各位朋友，大家好。最痛心的从来不是肌酐已经突破5点多的重症肾病患者，而是明明有大把机会逆转，本可以彻底躲开透析的人，偏偏毁在一口早餐上，直到躺进透析室才追悔莫及。就在上个月，我接诊了一位68岁的退休司机，他红着眼眶拉着我的手说：“我真的悔透了，早知道2个包子1根火腿肠能把肾吃废，我宁可一口都不吃。”3个月前，他的肌酐还稳稳停在 1.8， 完全是靠饮食就能拉回来的状态。短短3个月，肌酐直接冲到 2.9， 离透析红线只差 0.1， 再晚一步就再也回不了头。权威数据显示，我国每12秒就有1人因肾衰竭启动透析，这些新增患者里超过 60% 都是从一顿顿错误早餐开始垮掉的。但我要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，肾脏不是坏了就修不好，指标不是升了就降不下来，肌酐能回落，滤过率能回升，我们完全能把自己从透析边缘拽回来。今天我把临床用了10几年，帮上千人稳住肾功能的方法全教给您。首先严肃声明，以下都是遭肾病辅助调理方法，左耳绝对不能替代正规医疗。肌酐超过 3.0 或症状严重，请先去医院规范治疗，不要耽误病情。现在请在评论区打数字1，这是您给自己肾脏的第一份健康承诺。接下来的内容句句救命，一定要认真听。在讲怎么养肾之前，我先问您一句，您今天早上吃了什么？如果您吃了包子、油条、火腿肠这3样，我劝您现在立刻去厨房，把剩下的全部扔掉。这3样看似家常的早餐，正在一点点把您的肾脏啃成硬石头。我给您拆开讲清楚。先说包子馒头，问题不在面粉，而在商家为了松软加的刀磷酸盐，这是无机磷。天然食物里的有机磷人体吸收率只有 10%到 60%， 但这种无机磷吸收率高达 90% 以上，吃一个加了磷酸盐的包子，等于吞下去3到5倍的磷。磷进入血液会和钙结合，像水管水垢一样堆在血管壁上，这就是血管钙化。我们的肾脏由200万个微小血管组成，血管一堵，肾细胞缺氧缺营养，只能慢慢坏死。再看火腿肠，不光磷超标，盐更是高的吓人，一根普通火腿肠的盐就占全天推荐摄入量的 40%。 早上1根，中午咸菜，晚上炒菜，一天盐直接超标1倍，高磷加高盐等于给肾脏同时踩油门和刹车，往死里耗。最后是油条煎饼，高温油炸产生的反式脂肪酸和氧化物会引发全身慢性炎症，肾脏是炎症首选攻击目标。炎症会戳破肾小球滤过膜，让蛋白质漏进尿里，形成蛋白尿。蛋白尿一出现，肾脏就已经开始漏了。去年冬天，我接诊了北京丰台区65岁的王建国师傅，他是退休前工，10几年早餐雷打不动，2个猪肉包，1根火腿肠，1碗豆浆。他觉得有肉有豆有主食，营养特别全。去年体检肌酐 1.9， 医生让他改饮食，他不当回事儿，照样天天吃。半年后肌酐 2.4， 又3个月涨到 2.7， 开始腿肿。女儿急得带他来找我，我让他立刻停掉这些早餐，可已经来不及了。3个月后肌酐破 3.0， 水肿恶心呕吐全来了，医院直接下了透析通知。他坐在诊室里掉眼泪说，我以为包子是最安全的饭，谁知道能把肾吃坏，早知道我天天喝粥都行。各位朋友，我不是危言耸听，我国每年新增透析者中超 60% 是长期吃错饭伤的肾，早餐就是最大重灾区。如果您还在吃这些，马上停手，别等指标崩了才后悔。如果您看到这里，说明您真的在乎自己的肾，请点关注开提醒，接下来才是真正能救肾的核心内容。到底吃什么能养肾修肾？我先给您讲一个真实逆转案例。去年春天，上海浦东新区72岁的退休张老师找到我时，肌酐 2.3， 滤过率只有 28， 双腿肿得穿不上鞋。他女儿哭着问我还有救吗？我给他定了一套方案，每天早上空腹喝1勺陈醋，搭配黑豆，木耳为主的黑色早餐。他女儿半信半疑，说就这么简单。我让他坚持3个月，3个月后复查，肌酐降到 1.9， 滤过率回升到 35， 肿全消了，精神也好了。他女儿是医生，专门查了文献，发现这套方法的核心就是刀白地氨基酸。2024年，日本九州大学研究发现，肾脏里有大量地氨基酸，其中第4氨酸能直接促进肾细胞增殖，让萎缩的肾脏重新生长，这是全球肾病界的重大突破。而这个秘密，我们老祖宗早知道了，中医讲做黑色入肾，黑豆、黑芝麻、木耳、海带、紫菜都是养肾好物。现在科学也证实，黑色食物里的花青素能护肾血管、抗损伤。发酵过的黑色食物，比如陈醋、豆豉、黑蒜，地氨基酸含量超高。3年陈醋的地氨基酸是普通醋的5倍多，黑蒜更厉害，
大蒜发酵30到90天，产生 S 碱丙基半胱氨酸，抗氧化能力是普通大蒜的10倍，还能强效抑制肾炎症。2024年斯坦福大学研究显示，每天吃2瓣黑蒜的肾病患者，肾脏炎症指标平均降 35%。东方智慧和现代科学完全对上了，张老师就是靠陈醋、黑豆、黑蒜3个月把自己从透析边拉了回来。他总说是坚持和对的方法救了自己。接下来我教您这儿每天晨起30分钟，极简养肾4步法说，人人能做零门槛。第一步，醒了别下床，拉开窗帘见晨光，深呼吸5次，让氧气冲进肾脏，带走一夜毒素。肾脏有生物钟，晨光能唤醒肾功能。日本生理学研究所证实，晨光可让肾血流量提升 15% 到 20%，5秒就能激活肾脏。第二步，起床5分钟内喝一杯温白开水，千万别喝凉水，凉水会让血管皱缩，血压飙升，狠狠伤肾。水里加1小勺陈醋，小口慢抿，空腹喝地氨基酸吸收最好，醋酸还能清尿酸排肌酐。第三步，上厕所别着急冲水，看尿液3细节，一看颜色，健康是淡黄色、柠檬水色，太深缺水，太浅水喝多。2看泡沫，啤酒样细泡久不散，大概率是蛋白尿，要就医。3看气味，异味重，水果味都要警惕，每天看一眼就是给肾脏做免费体检。第4步，吃黑色养肾早餐，记住一个原则，能黑不浅，能酵不浅筛，黑色补花青素，发酵补地氨基酸，2样凑齐就是肾脏修复剂。下面我公布揣超市就能买，低成本，效果排前5的养肾黑色食材，每样都有研究和案例支撑，赶紧记下来。第5名，陈醋，优选发酵1到3年的山西老陈醋。我在山西见过一位80岁大爷，肌酐 1.5 比60岁的人还好，他一辈子离不开老陈醋。陈醋发酵越久，地氨基酸越多，还含腺苷，能稀释血液，防肾微血管堵塞。世卫组织数据，每天喝15毫升发酵醋，血压能降5到8毫米汞柱。吃法，早上空腹兑水喝，胃酸多的人饭后喝。第4名，黑豆和黑豆豆豉。医生家基本都备黑豆，黑豆皮里的花青素能给肾血管刷上防锈漆。哈佛医学院2023年研究，每天吃30克黑豆，肾小球滤过率下降速度慢 40%。发酵豆豉更厉害，多了纳豆激酶和地氨基酸，双重养肾。我有位70岁张阿姨，每天吃1小碗豆豉，半年滤过率从33升到41，吃法煮粥拌饭，每天30到50克。第3名，黑木耳，肾脏的清道夫，干2件事儿，清垃圾。修血管木耳含2种膳食纤维，水溶性纤维吸胆固醇、尿酸，随大便排出；非水溶性纤维促蠕动，防便秘，便秘会让毒素反血伤肾。木耳维生素 D 含量排食材前3，50克干木耳等于10个鸡蛋的维生素 D， 能帮肾脏调钙磷，防钙化。吃法，冷水泡发4小时，焯水1分钟，凉拌或煮汤，每天10到15克，泡发别超8小时，避免产毒素。第2名，紫菜和海带，沿海肾病发病率比内陆低 30%， 关键就在海藻类。紫菜海带里的褐藻酸钠能在肠道吸走多余钠，随大便排出。国人每天吃盐10到12克，超标1倍，10克紫菜能排 1.5 克钠，等于少吃 3.75 克盐。世卫组织建议，肾病患者每天吃5到10克海藻类，能明显改善肾功能。吃法，紫菜蛋花汤凉拌海带丝，每天5到10克。甲亢患者少吃，碘含量高。第1名，很多人想不到是黑蒜，新鲜大蒜发酵30到90天变成黑蒜，产生 S 碱丙基半胱氨酸，3大绝技。抗氧化是普通大蒜10倍，强效消肾炎，扩张肾微血管，提血流。斯坦福大学2024年研究，每天2瓣黑蒜，肾炎症指标降 35%。我有位67岁赵大爷，慢性肾炎10年，肌酐一直在 2.2 到 2.5 徘徊，每天吃2瓣黑蒜半年，肌酐稳在 2.0 以下。他说黑蒜甜甜的，像吃枣，好坚持。吃法，剥皮直接吃，早一半晚一半，糖尿病人注意控量。我再次严肃提醒，这些都是都中期肾病辅助调理，拽肌酐超 3.5。已经透析的人必须遵医嘱，不能擅自停药。肌酐在 1.5 到 3.0 之间的中期患者坚持用，大概率能稳指标甚至逆转。接下来我把这5样食材拼成一套若直接抄作业的黑色养肾，早餐种超市全有，一顿不超5块钱主食。黑米30克加黑豆20克加小米50克，熬粥配菜，干木耳10克泡发焯水，凉拌汤，紫菜5克加鸡蛋1个，做蛋花汤，餐前温水加15毫升陈醋慢喝。餐后点心，黑蒜2瓣，
这一顿地氨基酸、花青素、膳食纤维是普通早餐的5到10倍，5块钱给肾脏做一次深度保养。坚持吃多久能见效？我结合8000多例临床经验，给您明确时间表。第1周尿液变轻，泡沫减少，夜尿变少，睡眠变好。第2周水肿消退，脸色提亮，爬楼不喘，精神变好。第3周查血，肌酐降 0.1 到 0.2， 尿素氮、尿蛋白减少，1到3个月关键期，肌酐平均降 0.3 到 0.5， 滤过率升5到15，血压稳，贫血改善。每个人体质不同，有人1月见效，有人3月，但只要天天坚持，99%的人都能改善。我做肾病临床10几年，见过太多人改一顿早餐就躲开透析，也见过太多人懒不信托，最后在透析室哭着后悔。今天您已经拿到了方法，知识变不成健康，行动才可以。明天早上花30分钟晨光深呼吸，喝陈醋温水，吃黑色早餐，就这么简单。10年后别人在透析室受罪，您在公园遛弯带孙子打太极，您一定会感谢今天下决心的自己。现在我考您3个问题，检验您有没有听进去。第一，早餐绝对不能碰的3样东西是什么？第二，养肾核心地氨基酸含量最高的是什么？第三，排名第1的养肾食材是什么？请把答案打在评论区。如果这条内容帮到了您，请做3件事。第一，点赞让更多肾友看到希望。第二，转发给3个您在乎的人，把健康传出去。第三，留言您的实践感受，帮到更多同路人。我会持续更新科学落地、靠谱的养肾知识，点关注，开提醒，不错过每一条救命内容。最后送大家一句话，健康不是等来的，是做出来的，不是想出来的，是活出来的。养肾没有捷径，选对方法，坚持下去就能远离透析，守住健康。这条路我陪您一起走，走稳走久，咱们下期再见。